终于盼来发薪日，老板却擅自将我的5万分成换成了50本10元刮刮乐。一气之下，我全部刮了，结果竟然中了50万。老板却一把夺过我的刮刮乐，一脸嘲讽。我反驳几句，他却直接炒了我的鱿鱼。可他不知道，我刚刚谈下一笔千万大单，不是因为我能力强，而是因为投资人是我爸。别以为谈了几个合作尾巴就能翘到天上去了，没有公司作为平台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有心想要解释，却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。这副模样落在林思雨眼里，竟变成了一种挑衅。他拿起文件夹，狠狠砸在我头上。盯着我做什么？你不满意？不满意你连5000块底薪都别要了。里面的纸张飘落下来，林思雨怨气未消，竟将纸全部撕碎，丢进了垃圾桶里。我一时之间惊呆了，这些是我细心整理了1个月的核心文件，里面关乎着公司好几个大单合作。愤怒夹杂着失望，我缓缓站了起来。林思雨嗤笑出声，还不快点把它扫干净？你也能谈得上业务，不过是走了狗屎运罢了。当年我和老林总一起打拼，如今的公司是我努力5年的成果，所以公司待遇再差，我也选择留了下来。入职这几年，我给公司创造了不下3000万的收益，职位也从普通职员升任为总监。这1个月里，我的独立办公室变成了靠近厕所的工位。林思雨将我的工资换成刮刮乐，这些我都忍了下来。可我不懂，他到底为什么要针对我？我知道林思雨这破庙容不得我。行，我离职。他喋喋不休的话语一顿，眼里闪过一丝愠怒。离职就离职，但是赔偿金你1分都别想拿到，刮刮乐的奖金也只能是公司的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别仗着自己是公司老员工，有点业绩就把公司不放在眼里，没有公司提供的平台就是一坨。我拿起纸盒子开始收拾东西，周安却一把冲了过来，将我的纸盒子摔在地上。这些都是公司的东西，你凭什么带走？陈总监，你不会是想盗走公司机密吧？他向来是林思雨的好狗，自己在公司浑水摸鱼，就因为长了张会吹捧的嘴，如今成了副总监。周安，你可别忘了，3年前你工作出现重大纰漏，是谁跪着求我给你擦屁股的？3年前你就是个蠢货，3年后还是个蠢货。3年前他误将公司核心机密发送给对家公司，是我保下他的工作。这件事我谁也没说。时隔至今，公司所有人都觉得是他力挽狂澜。周安正要说话时，被林思雨轻轻拍了拍背，这一个举动让我有些愣住。不等我多想，林思雨就狠狠推了我一把。够了，你临走前还要陷害他人，等你走了，我要将这50万奖金平分给每个员工。林思雨的话引来公司员工集体喝彩。早就该让这种蠢货走了，占用公司资源，害我连孩子生病都出不起医药费。就是，仗着自己是老员工，整天对我们耀武扬威，还要我们无偿加班，这种人就该开除。公司这几年这么困难，就他一个人月月拿大额分红，每次谈业务都要用公司的车，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。我看着他们，这些人里或多或少都找我帮过忙，如今这些人却都巴不得我滚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家人总说世态炎凉，当真寒凉刺骨。我弯腰缓缓将箱子捡了起来，正要拿属于我自己的电脑时，周安夺过电脑，狠狠摔在地上，电脑瞬间4分5裂。我这是为公司做好事，谁知道你为什么要带电脑走？要离职就干干净净的走，别让我们瞧不起你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气氛僵持之下，林思雨笑着开口：周安为了公司利益，敢做敢当，我现在就要提拔他为新的总监，不像某些人心思蔫坏得很。听到最后一句话，我忍不住笑出声来。原本他撕毁的那些重要文件都在电脑上有备份，如今电脑摔了，又马上要到新的合作洽谈关卡，我倒要看看没了我周安该怎么拿下业务。东西收拾的差不多，我按下了电梯的按钮。下一刻，一道苍老的声音急匆匆传了过来：小陈，先别走。电梯门被强行打开，看到门外人的身影，我微微一愣，是老林总。爸，这种人离职是对公司好，你急什么？我早就看不惯这个陈峰了，仗着有点业绩就自视甚高，公司容不下他这尊大佛。林思雨的声音刺耳，走过来拽住老林总的手，却被一把甩开。胡闹！老林总满脸怒容，看向我时缓和下来。小陈，你们年轻人气性大，做事缺乏理智，我可以理解。当初我收你来公司，就认定你是块好材料，只需要稍加磨练就能成才。看着老林总苍老的面容，我也有些动容，仿佛回到了5年前。为拿下关键项目，我们连续1周泡在公司，凌晨3点还在画业务流程图。我跑遍全城对接客户，一老一小，每天都兢兢业业，才将公司发展成这种规模。他叹了口气。思雨的事，我向你道个歉，但你作为员工，也要理解他是为公司发展考虑。最后2句话让我刚升起的动摇消失。果不其然，他摸了摸胡子。思雨说的也有道理，不如你主动降职当副总监，工资待遇我还是按照总监的规模给你，刮刮了50万奖金，公司和你平分，如何？句句为我考虑，却句句不离算计，让我给周安打下手，不过是为了让他坐实总监之位，借我的经验帮他铺路。说到底，不过是我太念旧情，以至于给人打了5年白工。不必，像我这种废物，确实不配留在公司。陈峰，你也是聪明人，知道现在的公司招人都会背调，你说他们会招一个泄露公司机密的叛徒入职吗？比起林思雨的威胁，老林总的话显然更有分量，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我会乖乖听话。陈峰，公司也是为你好，你乖乖认个错就算了。再说了，何必和钱过不去呢？老林总对你仁至义尽了，当个副总监难道还委屈你了？别真把自己当盘菜了，到时候找不到工作还要跪着求公司收留你。是吗？那我求之不得。同类型的龙头公司正是我爸的产业，我都要看的。
看谁敢算计我。回家后，我将一切告诉家里人，我爸气得满脸愤怒。他敢这么对你，这1000万合作，我给狗都不会给他。以后来家里上班，我看谁敢欺负你。他二话不说，就将我调到了分公司总裁的位置上。可我并不急着上任，反而去找了个风景秀丽的地方旅游。为了看清公司的窘态，我特地没退员工群。听说周安一连搞砸了3个合同，整个公司陪他一起加班到凌晨3点，连退休的老林总都请了回来。我就这么看乐子，感觉心情都好了不少。几天后的一天清晨，刺耳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。我低头一看，是林思雨的电话，正要挂断，却不小心按到了接听键。公司和成泰合作的文件你放哪去了？赶紧找出来给我。我怎么知道？不是被你自己撕了吗？那你现在把备份传给我，成泰的老总正等着我们的回答，立刻马上。备份在电脑里，不是被你忠心耿耿的下属砸了吗？他那么厉害，你就让他现场写一份合作商单吧。我挂断了电话，为了防止他们干扰我的假期，我直接将电话卡拔了。一连7天过去，直到我爸催促着我，我才不慌不忙的买了机票回去。却没想到，刚到机场就被人堵在路上。林思雨显然有些狼狈，却还是以命令的语气开口：你为什么不接电话？你知不知道离职的员工也有交接工作的责任？赶紧跟我回去。见我不愿意，他竟强行拽着我的衣服，想将我拖走。我忍无可忍，狠狠推了他一把。林思雨趔趄几步才站稳。陈峰，你翅膀硬了，这7天你处处碰壁，根本找不到工作吧？你现在跟我回去，我还能留你一个副总监的位置。他带来的人将我围了个水泄不通。我皱起眉，感觉到一阵烦闷。我爸找不到我，又该急得团团转了。这时我看到熟悉的商务车，正要往那边走时，林思雨再次拽住了我，跟我回公司，不然有你好果子吃。你也不想你爸妈都失去工作，一家人都破产活不起吧？就在他再次伸手来拽我衣服时，一阵大力将他掀翻，紧接着一道巴掌扇在他的脸上。他满脸怒容，却在看到我爸的一瞬间愣住。怎么会？我爸带来的保镖很快将他们几人围在一起。我倒要看看谁敢动我儿子。林思雨看着我，眼里满是不可置信。你竟然是陈董的儿子，怎么可能？他被保安扶持着站了起来，他下意识就想道歉。直到这时，周安终于赶了过来。他看到林思雨脸上的伤，眼里满是疼惜。思雨，你千万别被他骗了。他要是陈董的儿子，怎么会让我们羞辱这么久？怎么会来给别的公司打工？这肯定是陈峰演的一场戏。这几句话瞬间稳住了他慌乱的心神。在看到我普通的穿着后，林思雨更加坚信周安说的有道理，差点就被你耍了，敢让群言打我是吧？给我把这个老男人一起带走。双方保镖僵持下来，我爸冷漠地看他一眼。小姑娘，做人不要太狂妄，你已经触怒了整个陈家，再周旋下去，我只能让你的小公司破产了。他声音不大，但是威胁力十足，以至于林思雨都有一瞬间的怔愣，但是很快他就收敛起表情。知道我爸是谁吗？就算我把你们2个扔到山里，也没人敢报警。我爸的脸色立刻黑了下来，他平时不会轻易动怒，我还是第一次见他如此愤怒的模样。他直接打了个电话：是我，3件事：第一，立刻冻结林氏集团所有现金流；第二，以陈家的名义通知所有关联企业，1小时内我要看到与林氏的所有合作全部终止。另外，联系林正凤，告诉他女儿动了我的儿子，这件事我绝不会轻拿轻放。话音刚落，周安笑出声来：你还在演什么？陈峰给了你多少钱？我给你双倍，你就演路边一条狗，对着我汪汪叫就好。我心中的愤怒再也按耐不住，扬起拳头，狠狠揍向周安的脸。你疯了！紧接着，他就一脸委屈地看向林思雨：思雨，我被人欺负了，你一定要替我讨回公道啊！林思雨冷漠地看了我一眼，如同看着一个死人。立刻把他们押上车。陈峰，如果你乖乖和我回公司，我可以当做这一切没有发生。你是聪明人，自然知道该怎么做选择。他的语气不乏威胁意味。就在保镖要动手的那一瞬间，林思雨的电话响了。他本想挂断，看见来电人是老林总，才心情烦躁地接起电话。紧接着，他的声音近乎失去理智：你说什么？集团合作出现重大漏洞？怎么可能？挂断电话后，他眼里的嚣张被慌乱取代，转而咬牙切齿对着周安骂道：你不是说他就是个穷人家的孩子吗？你长没长眼睛？陈峰是陈氏集团的太子爷，我们得罪得起吗？周安嘴角的笑也僵住，他蹙起眉，眼神同样震惊。陈峰要真是太子爷，怎么会那么努力的加班？这肯定是假的，只是巧合而已。陈董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在外吃苦5年的。说到这里，他似乎自己都信了，转而拉起林思雨的手，语气真诚：思雨，你相信我，他就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。既然公司离开他就出问题，那肯定是他在暗处给我们使了绊子。我悠悠叹了口气，没想到时隔至今，他们还是不信我的身份，就连我爸都有些无语。陈峰在外工作是给他历练机会，我们陈家从不溺爱孩子，但这不代表着有人可以踩着他上位。我的话言尽于此，剩下的你们和我的保镖沟通吧。话音落下，数十辆车开了过来，训练有素的保镖将他们围了个水泄不通。最后一辆车缓缓停下，老林总急急忙忙地走了过来，看见林思雨的一瞬间，就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。逆子，赶紧给陈总和陈少道歉。这还是第一次被打，还是当着很多人的面被打，他一时红了眼。凭什么说我有错？我只是开除了一个员工，我什么错都没有。这话说完，老林总气得一口气没喘上来，
又要打人。周安急急忙忙拦在父女俩中间。老林总，您别伤害思雨，要打就打我吧，我愿意为他承受所有后果。老林总顿时更加生气，拿起一旁的拐杖，狠狠打在周安身上。就是你出言挑唆我女儿，整个公司几千万的损失，你承受得起吗？他的力道很重，周安疼得哇哇大叫。老林总小心翼翼地看我爸的脸色，见他表情仍然淡漠，他心一狠，重重一脚踹在林思雨腿上。还不快点给陈总和陈少磕头道歉，要是得不到贵人原谅，以后你就不必回林家了。林思雨冷不丁双膝跪地，眼里充满着对我的恨意。直到此刻，他也不肯道歉。见此，老林总毫无办法，只能转而压着周安的头，让他给我磕头。你不道歉是吧？那就让周安磕头，磕到陈少满意为止。周安一连给我磕了3个小头，每一次撞击都发出极大的声响。没过多久，他的额头便一片血肉模糊，他再也忍不住了。思雨，你就道个歉吧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会活活痛死的。只是道个歉而已，你不是说为了我什么都愿意做吗？他的话终于让林思雨有所松动，他向下压着嘴角，满脸不忿地给我道歉。对不起，之前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将你开除，我保证从此不会干扰你的生活，十分抱歉。他低垂着眼睛，看到他这副模样，我轻笑出声，我不接受。什么？他抬起头，瞪大了双眼，我却拉着我爸上了商务车。车子发动前，林思雨还跪在原地。老林总眼里满是慌乱。陈少，看在我们过去的交情，你就不能？林氏集团毕竟也是你的心血，是你看着长大的孩子。从前我确实当林氏是我的成就，是我不靠父母自己打拼出来的成果，但却只换来了被人一次又一次的伤害。老林总，这些话你就留着对林小姐说吧，毕竟公司的受益人从来都是你们姓林的，和我这个破打工的有什么关系？如果我想要林氏，多的是手段从你手上夺过她。话音落下，老林总呆呆地站在原地，眼里满是懊恼。司机发动车缓缓驶离这个是非之地。你准备就这么放过他？这才只是个开始，我要让整个林家后悔，让整个林氏的员工为自己的言行付出代价。好，果真是我的好儿子，就是有志向，爸爸永远站在你身后，做你坚强的后盾。当天晚上，林氏集团召开紧急开会，只可惜他们商量了一整晚对策，也没想到任何办法。所有的合作方在收到陈氏的消息后，第一时间选择和林氏解聘。我也是这时候才知道，我爸虽然一直不支持我出去打工，却背地里给了我不少资源。原来家里一直在给我铺路。因此，在得知林思雨带着员工来陈氏找我时，我心中的不满达到了最高值。让他进来吧。林思雨带上了3个员工，每个人手上都提满了礼物，见到我更是齐齐低下头。陈总好，希望陈总能原谅我们的错误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留公司一条路吧，不然又该有多少员工失去自己的工作，又有多少家庭会因此破裂？怎么求饶行不通，拿道德威胁我？小程，我知道你善良，可你也要理解，我是有家室的人，我承受不起失去工作的代价。那些话实在非我本意啊。说到这里，他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。张司机和小宋一起哭了起来，跪着求我。我用厌恶的眼神看向林思雨，这就是你想出来的新招？林思雨，你有把你的员工当人看吗？陈总，之前是我们得罪了你，您怎么对我都可以，但是不要伤害我的这些员工。我们惹不起你们，却还是想保住员工的工作。看着他们的虚伪模样，我便心中一片作呕，当机立断让保安将他们拖了出去。大厅的员工朝我投来异样的眼神，这不由得让我更加烦闷。难道他们特地来一趟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让我在新公司无法立足？突然，我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。果然，第二天我看到新闻才明白，原来林思雨昨天是全场直播，她挂在胸口的摄像头详细记录了我高傲的姿态。为此，她不惜开了一场直播博眼球。我们林氏对待合作兢兢业业，就因为得罪了龙头企业，就活该被搞到破产吗？陈少爷，我们之间只是一点私人恩怨，您有什么冲着我来就好了，别伤害我公司的员工，他们也是人，也需要得到尊重。最后一句话更是说的掷地有声。林思雨长得漂亮，也更加能引得观众共情。许多人看到她那张脸，便将所有的罪过都怪在了我头上，哪怕她还没拿出什么证据，舆论就已经一边倒。这个陈少是个什么玩意？凭什么这么对待良心企业？这你就不懂了，只要得罪权贵，还能有什么好下场？抵制资本家，抵制一刀切。舆论越闹越大，那些答应陈氏不和林氏合作的厂商都隐隐有了动作。看着屏幕里林思雨那张委屈的脸，我心里一阵冷笑。公司的监控早在半年前就坏了，是我自己掏钱购入了5个摄像头，因为财务不会给我报销，我也懒得提。没有人知道我有完整的监控录像。我打开手机，调出离职那一天的录像，以及这1个月内公司员工集体霸凌我的证据。我直接发给公关团队，让他们自行剪辑。仅仅1个小时，完整的洗白视频就发到了我的邮箱里。我将他们准备的文案搭配视频上传，不过半小时，舆论全部倒向我。无数网友在林思雨的帖子下几乎将她喷成筛子。我们为你冲锋陷阵，合着你才是霸凌别人的那个。新经理去死吧，公司倒闭也活该，全是你应得的。最终，在网友的狂轰滥炸下，林思雨灰溜溜地删了帖子。不仅如此，这种行为也加快了他公司破产的速度。1个月后，老林总带着他上门，向我负荆请罪。陈少，过去的事都是我女儿做的不好，她还年轻，都是被那个野男人迷了神智啊。林氏我保不住了，我只求您高抬贵手，不要继续针对我们了。林思雨眼里再不复高高在上，显然生活的棱角磨平了他的脾气，此刻更是
是谦卑到不行。对不起，纯总，我真的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。如果发展起来，那是你们的本事，我不会管。他们听完更是大喜过望，连连向我感谢后离开了公司。1年后，我带着分公司异军突起，业绩翻了3倍。偶然在茶水间听到了几个员工的八卦。听说了吗？原来那个林氏卷土重来，结果被骗了好大一笔钱，现在负债了呢。如果他们不想着创业，家里的资产也够他们花一辈子了，真是贪心。与其说贪心，不如说是他们身怀超过自己认知的钱，根本没能力接住这笔财富吧。我摇了摇头，和我想的一样，老林总年岁已高，早就没什么商业头脑了。当初林氏能崛起，8成是靠我。都说喝水不忘挖井的，林家人似乎并没有这个优点。再到后面，我与相爱的女友结婚，婚后孕育1儿1女，生活十分美满。再次得到他们的消息是周安成了小白脸，被富婆丈夫暴打一顿之后就不知所踪了。整个林家也是销声匿迹。果然啊，老天将一切都看在眼里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而我注定奔向更美好的未来。